揭秘一个很多女生不承认的事儿：当妻子反复拒绝同房，男性体内引发的绝非仅是情绪的失落，那是一种被精致忽略的生理性崩塌。它从细胞层面开始腐蚀婚姻的根基，却被贴上无理取闹的标签。这不是欲望的宣泄，而是连接断裂的生存警报。很多女人总觉得那档子事儿，有就亲热点，没有就拉倒，至于上纲上线吗？他们会说，我天天带娃累得半死，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他们会说，你脑子里除了那点事就没别的高尚追求了吗？那今天我想撕开这种精致的，现在他们看看那个在深夜里被拒绝的人，人体内正在经历怎样的荷包，那不是想说你是他在求救。在很多女性的认知性性格额外力是心情好身体不累累的点缀缀，但在男性的生理机制里，那是他确认自己还活着还被爱着的唯一生命线。当一个男人满怀温情的靠近，却被你一句烦不烦，明天再说给顶回去时，他大脑里分泌的不是愤怒，而是皮质醇压力荷尔蒙的疯狂飙升。这种感觉心理学上叫存在性焦虑。你以为你只是拒绝了一次亲密，但对他而言，那是一次社会性放逐。在公司，他是牛马，要低头哈腰；在父母面前，他是顶梁柱，要报喜不报忧。唯独在卧室，在那个私密的空间里，他本以为可以卸下所有武装，通过身体的交融，从你这里汲取一点温情和能量。结果你把门关上了，他体内的睾酮水平会因为这种长期的挫败感而骤降，随之而来的是专注力下降、易怒、失眠，甚至是对生活彻底失去斗志。他开始枯萎了。从细胞层面开始，最扎心的是，当男人表达这种失落时，往往会遭遇女性的降维打击。你就是自私，不顾我的感受，你根本不爱我，你只是想发泄。这种话就像一把钝刀子，割断了男人最后一点想沟通的欲望。这就是我说的精致，忽略你用道德上的高尚掩盖了生理上的冷漠。你要明白，男人的情感逻辑通常是因为我有身体的冲动，所以我才确认我深爱着这个女人，而很多女性的逻辑是因为你爱我，所以你应该体谅我不想要。这两种逻辑在深夜里激烈碰撞，最后受伤的一定是那份原本紧密的连接。当他发现自己最原始、最真诚的示好，在你眼里变成了低级麻烦、不体谅的代名词时，他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会让他逐渐关闭心扉。他不再分享工作上的委屈，不再对你嘘寒问暖，甚至不再在沙发上顺手揽住你的肩膀，因为他怕了，他怕那一点点温情最后又演变成尴尬的求偶失败。很多女性觉得，只要我不出轨，我带好孩子，我把家收拾干净，我就是一个满分的妻子，性忍不就过去了。但你发现没有，当这种拒绝成为常态，你们的婚姻就开始进入一种无性同居的死循环。第一阶段，讨好与试探。他会做家务，买礼物，像个考生一样观察你的脸色，卑微地期待一点奖赏。第二阶段，压抑与愤怒。发现讨好没用，他开始变得古怪，因为一点小事跟你吵架，借题发挥，其实心里憋着股没处撒撒的。第三阶段，灵魂里撤回，这是最可怕的，他不再提了，甚至你主动示好他都躲开了。这时候你们就成了真正的室友，你们共用一个马桶，共用一张餐桌，甚至共用一个户口本，但你们的灵魂和身体中间隔着太平洋。他开始沉溺于手机游戏，开始频繁加班，甚至下班后在车里抽烟，坐1个小时也不愿上楼，因为上楼对他来说不是回港湾，而是回一座冰窖。为什么我把这称为生存警报？因为男人的忠诚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被需要感知上的。当他在家里找不到这种被接纳、被渴望的感觉，他体内的生存本能就会驱使他去寻找替代品。不一定是出轨，这太低级。他可能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射到赚钱上，变得冷酷无情。他可能会变得极度自卑，在社交中猥琐退缩。他也可能彻底丧失对家庭的责任感，
心想反正你也不需要我这个男人，那我就当个赚钱机器好了。这种连接的断裂是婚姻崩塌的预兆。当一个男人在心理上完成了对妻子的去性化，也就是不再把你当成一个异性，而只是当成孩子的妈、同居的伙伴时，这段婚姻的灵魂就已经死掉了，剩下的不过是碎了一地的责任感在苦苦支撑。看到这里，可能有很多女生会委屈，那我真的很累怎么办？其实男人要的往往不是那个动作本身，而是你对他需求的接纳和态度的温暖。别再说他脑子里只有那点事儿，试着去理解，那是他寻求爱的一种方式。如果今天真的很累，能不能给个长长的拥抱，亲亲他的额头，温柔地告诉他，老公，我今天状态不好，但是真的很爱你，明天补偿你好吗？哪怕没有最后的步骤，日常的牵手、亲吻、依偎，也是在给他的生理性崩塌修补漏洞。婚姻是一场两性的修行，不仅仅是三餐四季的琐碎，更是身体与灵魂的共振。别再把他的渴望当成无理取闹，别再把你的拒绝当成理所当然，别那层薄薄的被子下面藏着一个男人最隐秘的自尊和对你最深切的依恋，别让他体内的那场崩塌最终演变成你们婚姻的废墟。趁着他还会试探，趁着他还会失落，转身抱抱他吧。那是他向你发出的最后也是最真诚的生存求救，更是心理全景化。我们下期再见。